如果两栋建筑之间想要打通一个局域网，作为普通人你会怎么办？拉光纤，物业、政府不会让你施工。我之前找运营商拉了2条宽带，费用不低，使用 L2TP、WG 隧道等。如果是同一个运营商还好，只会受到宽带上传速度的限制。如果不是同运营商，那你可遭老罪了。现在跨网丢包越来越严重，晚高峰甚至只有5兆，而且两者都有被当成 PCDN 封禁的风险。这就是视频标题的无线网桥，可以完美解决以上2个问题。它工作在数据链路层，使用 2.4G 或 5G 传输网络。UP 这里在网上随便淘了一对锐捷锐意的 EST350F-E， 一对只花了300多块钱，2台设备我都装在了窗户的边缘。我建议尽量选择 5G 频段，并且官方标称传输距离在3公里以上的型号，一般发射频率会更高，有更好的增益天线，可以保证比较好的传输和抗干扰效果。至于 2.4G 赫，由于家用 WiFi、蓝牙以及各种物联网设备都集中工作在这个频段，频谱环境比较拥挤，容易受到同频和邻频干扰。对于线路的稳定性，更重要的是两端之间是否具备良好的视距条件。对于 5G 频段来说，建筑物、树木、金属结构都会对无线信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，所以在部署的时候就要尽量保证两边无遮挡，天线尽量对准，这样才能发挥设备最佳性能。然后在网桥后台，我们可以实时扫描周围无线信道的占用情况，并根据频谱环境动态调整工作频段，尽可能规避开干扰源，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的连接质量。锐捷的这个后台虽然比不上优贝快，但是他家的云平台可以统计历史数据，也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网桥状态。要注意频率选择，尽量规避开 DFS 雷达信号，可以规避雷达带来的跳频问题。首先测试线路延迟。可以看到平均延迟在1毫秒。然后我们拼极限大包，测试线路稳定性，也没有出现任何丢包的情况。再让我们来实际测个速看看。由于 UP 家对端的宽带只有50兆，所以最高也就只能跑到50兆了。网桥后台写的是协商速率120兆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无线网桥固然好用，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运营商的专线光纤，使用场景受地形限制。不过个人玩家拿来节省成本还是不错的。记得关注UP。